在中国餐饮的江湖里，贾国龙是个异类。现在的他是那个硬刚网友、迷信工业化、被贴上傲慢标签的西北土老板，但30年前的他却是全行业身段最软、最听劝的变色龙。从大连退学的热血少年到身家亿万的餐饮巨头，贾国龙这一路其实只做了2件事：不停的失败，不停的翻盘。今天我们来拆解贾老板人生中的前2次败局，看看这个西北佬是如何在赔光家底后，靠着一碗土掉渣的油面，打造出红遍全国的西北帝国的。别看现在的贾国龙像个撞倒南墙也不回头的倔老头，30年前的他却是个身段极软、极其听劝的变色龙。故事的起点得从1988年说起。贾国龙当年在大连水产学院读大2，按当时政策，大学生毕业包分配，有铁饭碗。可他却忽然宣布退学，回了内蒙古临河老家。这种行为在老家人眼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但贾国龙脸上却看不到半点失学青年的彷徨，相反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乘着时代的春风，把大城市的高级感倒腾回这个偏僻的小城。很快，他家人的赞助下，在老家开了一家20平米的康德乐咖啡厅，名字很文艺，装修很小资，但现实却很骨感。那个年代的西北小城，人们连咖啡是啥都不知道。换做今天的贾老板，可能会跟你死磕咖啡文化，但当年本小利微的他可任性不起来。他在咖啡厅里上土菜，几番尝试之后，凭着一道砂锅面片火遍全市，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。1993年，贾老板将自己的贾字拆开，成立了西北餐饮公司。95年，还不到28岁的贾国龙手握10余家门店，年入100万，生意好到临河已经容不下他了。1996年，贾国龙带着水产学院高材生的海鲜梦南下深圳，接手了一家高档海鲜酒楼。他试图在南海边上搞出一套西北风味海鲜，他的逻辑完美，内蒙古的豪放加上南海的鲜活，谁能不买账呢？但市场很快教他做人，在临河他是说1不2的贾老板，但在深圳他成了一个不懂粤菜的北佬。他带着一群吃惯了羊肉臊子的内蒙厨师，试图在广东教人家怎么做石斑鱼，结果不到1年，130多万老本亏光。他在深圳的街头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龙虾，第一次意识到有些味道不是靠豪情就能烧出来的。1997年，第一次遭受社会毒打的贾老板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乡。他没有在那儿借酒消愁，而是展现了极其恐怖的赌性和融资能力。他不仅动员了亲戚朋友，甚至连老师同学、公司员工都被他拉下了水。他拿着一大叠东拼西凑的房产证，从银行贷出了100万。1998年底，一个3000平米的美食广场在临河平地起垒，1楼小吃，2楼川味火锅。既然我不能在深圳发财，那就把深圳的先进东西搬回老家。这一招有如降维打击，生意火爆。据说当时临河人的应酬，不去贾国龙那儿都不叫排面。刚赚了点钱，贾国龙心里的那个高大上的海鲜梦又燃了起来。1999年，临河市要在北京开办事处，贾国龙乘势杀上北京，承包了办事处旁的金翠宫海鲜大酒楼。这次他学乖了，重金请来了全套的广东管理团队，结果命运又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4个月时间又折进去100多万。当时的贾国龙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站在装修豪华却冷冷清清的酒楼里，听到食客嘀咕了一句：“你这儿的海鲜怎么一股羊肉味儿？”换成今天的贾老板，可能会冲上前去跟客人辩论这叫海陆融合的科学搭配，但1999年的老贾却醍醐灌顶般的开悟了：北京不缺高档海鲜，缺的是一碗地道的家乡味。随后他果断变阵，拆除耗资巨大的海鲜池，把海鲜大酒楼改名为油面美食村。他砸下整整10万块钱，这在当时能买半套房，请来了内蒙古歌唱家德德玛代言，在北京晚报和电视台上疯狂轰炸。广告里那句豪气干云的西北来了，配上德德玛那浑厚的嗓音，让北京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土到掉渣的油面和羊肉也能进大酒楼。这招效果立竿见影，日均流水从1万多疯涨到4万5。2001年，贾国龙正式竖起了西北油面村的大旗。他一鼓作气，
运气好到开一家火一家，就连人家倒了几手的六里桥店都能做得风生水起。2002年，营业额突破1个亿，贾老板人生的第一场败局就这么靠着油面这张王牌翻身了。此时的贾老板是个地道的实战派，他有梦想，但不迷信梦想，能敏锐地在我想要的和市场要的之间做切割。他知道自己做不好海鲜，于是就去卖油面；他知道自己没名气，于是请德德玛来代言。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愿意蹲在地上听顾客在说什么，而不是坐在云端教顾客该吃什么。这些野草式的生存智慧，加上他的坚持和赌性，让他能触底反弹。然而，当西贝从1个亿变成10个亿，当贾国龙从一个小老板变成餐饮界的大人物时，那种曾经救过他命的身段柔软和市场嗅觉，却悄悄地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他开始觉得自己不仅能定义油面，还能定义品牌。到了2010年，西贝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北京六里桥打游击的小饭馆了，他在北上深扎了根，40家门店，1年10个亿的流水。按理说，这时候的贾国龙该躺在功劳簿上数钱了，可他却愁得整宿睡不着。困扰他的不是厨师辞职，也不是羊肉涨价，而是一个看似极其荒诞的问题：全国人民都不识字。10个顾客进店，有8个会把西贝油面村读成西贝小面村。贾老板打开大众点评一看，心都凉了，满屏幕都是这家西贝小面如何如何的误评。尤其是在南方市场，大家看着那个生僻字，就像看天书一样。在当时的贾老板看来，这哪是一个字啊，这简直是品牌扩张路上的绊脚石。他觉得西贝之所以还没冲向全国，冲出亚洲，就是被这个土味十足又冷门的名字给拖累了。按照贾老板以往的成功经验，遇到问题就得改，自己不懂就得听劝。于是他豪掷400万，请来了全球定位鼻祖特劳特公司。特劳特的大师们心智定位上很有一套，但他们可能真的不太懂中国味。他们调研一圈，给出建议：既然油面难读，那就直接砍掉，改名叫西贝民间菜。口号都想好了，90%的原料来自西北的乡野与草原。但大师们没看穿贾老板的一点小心思，油面难读只是表象，更深层的痛点在于，他打心底里觉得油面这玩意儿太土，干不成大生意。果然，改名没多久，贾国龙自己先反水了。他觉得民间2个字还是透着故土气，客单价拉不起来。而且那句90%原料来自西北也被他私下吐槽，连临河本地都做不到全用西北货，这话说的太外行。于是招牌又改成了西北菜。大师说要占领西北菜这个大品类，做全国第一。贾老板信了，他前后砸下几千万去推广，却很快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：全国人民对西北菜根本没有概念。大家知道川菜、粤菜、湘菜，可是西北菜是啥？大盘鸡、烤全羊。西贝在那儿辛辛苦苦给整个西北餐饮界做科普，钱花了，自己的品牌名还没立住。2012年，贾老板决定继续听劝，他送走了特劳特，请来了另一位营销泰斗李斯。李大师的逻辑更直接，要想卖得贵，就得卖贵的。啥贵？羊肉啊！于是新招牌出炉，西北烹羊专家。这可说到贾老板的心坎去了。为了配合这个新身份，他干了一件极其自残的事，把原本100多道菜砍到了30-40道。那些让西北起家的、最受顾客欢迎的油面、凉皮、凉粉，全被发配到了菜单的旮旯里，全线主攻羊肉。可他忘了，餐饮不是搞工业品，羊肉是有季节性的。大夏天的，谁愿意天天钻进一家肥腻的烹羊专家里挥汗如雨？更何况市场上的小肥羊，东来顺那是好惹的吗？这一番折腾下来，咨询费加装修费砸进去上亿元，客单价是上去了，客流却跌进了谷底。那2年的西贝营业额惨不忍睹。这是贾国龙人生的第2场败局，不像深圳海鲜楼那样崩盘式的垮台，而是一种迷失方向的慢性自杀。但这时候的贾老板内心还残存着一丝现实主义的底色。2014年，当他发现烹羊专家快要把西贝带进坟墓时，他展现了第2次惊人的折腾与回头。
他顶住内部外部的巨大压力，硬是把刚挂上去没多久的招牌给摘了，重新挂回了那个让他起家，也让全中国读错的西贝莜面村。这时候，第3位大师华与华粉末登场了。2个大脑袋用一个 I love 油的谐音梗，加上一套像优衣库和厨邦酱油混血出来的红白格布，直接把西贝从土味泥潭里拉了出来，变成了都市商场里的时尚。随后几年，西贝顺风顺水，门店从40家疯涨到200多家。2017年营业额飙到了43亿元。那时候，贾国龙大概是中国餐饮界最听劝的老板。他用了4年时间，花了上亿学费，向全行业证明了一个冷笑话：如果你听从了所有专家的建议，你最终只会回到原点，顺便丢掉几个亿。当大家笑话他转了一圈一个大字没改时，贾老板却豪气地回答：这钱花得值，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是谁。只是问题在于，他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了吗？早年的老贾听到一句海鲜有羊肉味就立刻转身，而现在的贾国龙却愿意花上1亿去证明西北菜比莜面村更高级。这场败局没有把他打倒，却悄悄改变了他对正确的理解，从听顾客的变成了用金钱和资源去证明自己是对的。3年后，贾国龙几乎站在了中餐江湖的巅峰，43亿的营业额让他产生了一种老子从此不需要再听任何人劝的傲慢。此时的贾老板已经厌倦了卖油面这种慢生意，他正揣着一个足以改变中国餐饮底层逻辑的黑科技，等待一个爆发的契机。他还没意识到，这种对资源和意志的迷之自信，正悄悄地把他推向生涯中后2场更加荒诞的败局。